银行跑路是金融危机的一个征兆，而最近发生的银行倒闭事件是否预示着下一个大型的金融危机的开始呢？上一周支付加密货币的银行 Silvergate 倒闭了。这一周，美国传统大银行之一的 Silicon Valley Bank 倒闭了。昨天又有一家纽约传统银行 Signature Bank 也倒闭了。关于全球金融系统加密货币、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美国银行和国际银行都密不可分。就在去年的加密货币崩盘 ，Celsius、Voyager、Three Arrows Capital 和 FTX 等等的公司，这些骨牌效应最终将传统金融行业卷入其中。现在，银行业的骨牌效应已经开始了。我相信这几周到几个月内会有更多的银行持续倒闭。那 Silicon Valley Bank 的倒闭是来自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银行失败事件也是美国第2大银行倒闭。这只是第一个传统金融银行的骨牌效应实际上大多数的美国银行都处于与 Silicon Valley Bank 相同的情况只是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开始。那如果足够多的人受到惊吓，开始取款任何的银行都会崩溃。这种传染病肯定是会在未来的几个月到几周内，或者是几天内呢，甚至更多的银行就会倒闭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和现在可能正在发生的危机之间呢，存在着一些关键的差异。其中最重要的差异就在于信息传播的速度那因为呢，大多数的人现在拥有这个智能手机跟互联网那我们都可以及时的获取这些新闻。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历史上第2大银行崩溃是如何在短短的48小时内发生的。那这家银行的下滑始于上周三，当时该公司出乎意料的宣布需要筹资22.5亿美元来弥补其资产的负债表根据加州监管局的一份文件显示直到周四结束，总共有420亿美元的存款被客户提取。是的，信息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传播的真的非常的快。虽然有人说这可能是孤立的事情但是一个银行的倒下，其他同行都会遭遇到一样的对待，那就是银行挤兑。硅谷银行 Silvergate 和 Signature Bank 呢，可能只是冰山一角罢了。而现在他们呢，已经撞上了全球金融系统的 Titanic， 是一艘正在下沉的船它会把我们所有人呢都拖下水。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简单的答案就是因为美联储不断的提高利率。那为什么美联储又要提高利率呢？通货膨胀 inflation rate 一直处于在高高不下。那美联储一直加息，又会导致很多企业像骨牌效应的一样倒闭。那接下来就是要让我们来探讨一下美国金融到底会怎么走。现在我们来进入20秒的广告时间。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我是币圈老马哥。再次提醒大家，加密货币是属于高风险的投资，请大家必须 DYOR。那这期视频是由 Bybit 和一家香港老牌交易所 CoinEx 赞助的。目前这2家交易所呢都没有发生过任何安全事故。如果你还没有注册 Bybit 和 CoinEx， 我在这里推荐大家去使用。此外呢 ，CoinEx 在3月14号到20号有 CoinEx 新人注册礼活动，只要你在活动期间内首次注册成为 CoinEx 的用户，即可获得$5的奖励，只限前5000名用户，先到先得。还没有注册的小伙伴，赶紧来领取福利吧！切记，只有在我的链接下注册的用户才有资格获得。好，我们现在继续。大家可以看这个来自 Federal Reserve 在2020年发生疫情的期间他们发布的公告。那在3月15号，2020年的时候呢 ，Federal Reserve 就宣布 Reduce Reserve Requirement Ratio 降至02020年3月26号起生效。那意思就是取消所有存款机构的准备金要求。也就是说呢，当我们存入美元存到银行账户的时候银行可以不留任何的现金，而将它们借给其他的人或者是企业，或者进行投资。通常他们会投资于美国国债或者是短期的国库券。那美国国债在金融领域里已经是被视为最安全的投资之一因为许多银行购买它们以产生我们的存款的收益了。1年前或1年左右购买长期10年期的国债时利率或借款成本为0时，他们从投资中获得约 1.5% 的收益。现在联邦储备系统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不断的提高利率，已经达到了 4.5% 以上了。那所有的银行的美国国债价值都低于他们最初购买的价值了。
因此他们现在面临着巨大的亏损啊。那作为投资者，我们应该牢记一个关键的事实，就是当利率上涨的时候啊，美国国债的价值就会下跌。由于银行将客户的资金都投资在这些长期的国债，那这些国债曾经保持其价值并产生收益，而在最近的短期内，利率上涨的速度比市场几十年来得更快、更激烈，大多数的银行都亏本了。然而，正如我们在 Silicon Valley Bank 看到的那样啊，当存款人挤兑银行，并尝试一次性提取所有的资金的时候，问题会非常的糟糕。因为银行没有保留大量的现金，以便提供存款者的资金，他们被迫以亏损的出售国债。因此，当很多人开始一次性的提取资金的时候啊，会导致银行挤兑，然而导致破产。那现在银行其实是可以使用类似于利率互换的金融工具来对冲利率上升的风险了。但是出乎意料的是 ，Silicon Valley Bank 呢，竟然没有这样做，而且它是作为美国前20大的银行之一啊，所以我相信许多其他的银行也没有进行对冲，这是让我们感到非常害怕的。那这一家银行的后果呢，主要影响了许多科技初创公司的创始人和风险投资家，因为他们将在支付工资和维持正常运行方面遇到了问题。除非政府或者是其他银行很快的出手拯救他们。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推文啊 ，I think Twitter should buy Silicon Valley banks and become a digital bank. Elon Musk 回复说 ，I am open to the idea. 那对于这条推文的意思是啊，有人建议推特收购硅谷银行并成为数字银行。那伊隆马斯克回答的说，我对这个想法是保持着开放的态度的。那这可能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正如几个月前呢，就有人讨论关于这个话题啊。那伊隆马斯克想要在推特上添加交易加密货币的功能啊，那所以收购一家银行可能符合他的计划，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那最后啊，不管怎么说，尽管这对科技行业和创新行业来说都不是一个好的打击啊，但是这可能呢是一个更好的警示，能够激发更多的人使用加密货币，并开始在这个领域进行建设和创新，这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目前这个领域中的开发人员并不够啊。硅谷银行的崩溃可能会激发一波新的科技人加入加密货币的行业。那由于整个金融系统的相互关系啊，加密货币领域也受到了硅谷银行崩溃的严重影响。关于市值100亿美元的 USDC 稳定币呢，失去了他们锚定的价值，原因就是发行商 Circle 在硅谷银行持有储备金。Circle 的 USDC 稳定性引发了链性反应。DAI 和 USDD 稳定币也遭受到了同样的打击。那 Coinbase 在10号3月的时候啊，还发表了以下的公告：我们将在周末暂停 USDC 兑换成美元的转换，因为银行关闭期间会出现活动高峰。那他们将会在正常银行营业的时间内清算美元转账。那我们将会在周一重新开始转换。那当时候呢 ，USDC 的价格啊，直接暴跌到了0.87美元。之后涨回去0.92美元。当然，在12号凌晨的时候呢 ，FDIC 也就是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发出公告，他们将会100%的保护硅谷银行存户的存款啊。那存户将可以在星期一获得资金。美国纳税人不会承受任何的损失，美联储将会为所有合资格银行注资。这个消息一出来啊 ，USDC 原本在0.9的，直接涨回去0.99，比特币的价格也因此从19560直接涨回去22800。那看来目前的 USDC 危机应该已经解决了。那我在这里提醒大家，无论我们是在自己的钱包中，还是存在于银行和稳定币中啊，都存在着风险的。因为银行稳定币提供商，比如 Circle 呢，会将其储备在银行中。那么我们应该怎么保护我们的资金呢？有几件事情我们是可以做的。那首先，确保我们每一个人的银行账户中保留着的资金不超过25万美元，必须保持在 FDIC 的保险限额以下。当然，在马来西亚也是一样的，根据 PTIM， 保险上限是25万马币，也就是62,500美金了。那如果超过的话呢，就不赔了。那但即使有了 FDIC 或者是马来西亚的 PDIM 啊，如果出现大规模的系统性银行问题，这样其实也是不够的。其次呢，我们可以考虑将资金多样化的投资于国库券，
每年至少都可以产生高达5%的收益了。其他选择包括将资金多样化，投资于价格波动性更高的半流动性资产，比如股票、债券、黄金和当然就是我最相信的比特币和以太坊了。那因为 Federal Reserve 引起了银行的困局啊，他们接下来呢将会采取什么行动呢？Seven Henrich 呢就在 Twitter 上说到，通常呢在这种时候啊他们会降息。那现在我们看到了更多类似的标题啊。Financial system risk put a smaller March rate hike by Federal Reserve back in play。金融系统风险使联邦储备委员会重新考虑在3月份的加息。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正如我们在 Telegram 上讨论的那样啊，只要有2件事情会让联邦储备委员会停止加息，一就是达到他们2%的通货膨胀目标。2就是出现重大的事情啊，那 The Wolf of the Street 啊就在推特上就说到，做得好老包，你搞砸了金融市场，现在你可以微笑并且改变立场了，因为债券收益率和银行股票正在下跌。那老包呢将会在3月22号的时候啊，也就是星期三宣布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利率决定，因为需要考虑到一家美国前20大银行破产的因素。我大胆的预测，美联储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可以为0。接下来加息的步伐会开始缓慢，比特币的价格很有可能因此而涨。那现在呢，你们就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那此外啊，银行的不安全性和不断上升的利率，进一步的使人们远离美金。那美国政府和监管机构正在摧毁美元的长期内保持着世界大哥的储备货币的机会啊。那最终这将会对加密货币来说是有利的。那比特币和以太坊是互联网和货币的未来，这就是我们真正拥有资产的唯一途径。那银行失败是世界的巨大警告，和人民使用加密货币是重大的亮点。那尽管所有的意想不到的事情啊，比如这一些银行倒闭、交易所倒闭等等的，比特币和以太坊依然表现良好。因为世界各国人们开始意识到了加密货币的重要性啊，因为这才是真正的自由货币啊。美元的价值不断的被膨胀，每一天都在贬值。银行只是在周一到周五上9点到下午5点开放，政府可以随时冻结并且拿走我们的美元，银行可能在几个小时内就崩溃了，使得我们失去所有的资金。当我们将美元存入银行时，我们无意中将我们的钱提供给了严重杠杆的借方，也就是银行了。虽然说目前的美国政府已经出手拯救了人民，他们使用了一种新的货币工具，贷款给了银行，但是银行是需要还钱的，银行需要拿他们的美国国债来抵押获得贷款。那么为什么银行现在不愿意现在就抛售他们的美国国债呢？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的美国国债因为美国加息而大幅跌价，那如果现在抛售就是直接亏损了，那这就是硅谷银行所遇到的问题了。那这是非常聪明的方法，利用时间来换空间。等到这些国债到期了，这些银行就有足够的钱还给美联储。美联储中间呢，只是过了一道手。那如果真的是亏损的话呢，美联储它其实想了另外一个方法，那就是让整个银行业纳税来填补这个亏损。因为在上一次的次贷危机时候啊，美联储因为财政出钱，就有很多人批评美联储是动用了纳税人的钱来拯救这些大财团银行家。那么这一次的做法就是要堵住我们的嘴巴。最近其实发生了这么多大银行倒闭的事件啊，那么现在大家还相信银行吗？大家相信美国政府的货币政策吗？那评论区告诉我。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建议大家打开小铃铛、点赞以及分享这期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必须大马哥，我们下一期见。